那么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机智祥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玩具是王国已经很多年前了呀，反正就是变形金刚围城三部曲王国产品线的低级别巨蟹勇士。不过与其叫它是王国，我不如叫它新 BW， 因为在王国的那段时间，王国到传世的那段时间，官方非常热衷于把之前老的 BW 角色进行一波在现在来看非常具有传世化的这个洗牌。那昨天呢，我们是讲了白虎，今天呢讲一下这个巨蟹。我看了一下大杨老师之前没做过原版巨蟹的这个评测，做的是那个套装版本的。但我在这里还是要说一句，那个套装版的透明剑巨蟹简直就是一坨狗屎，关节不行，手感屌差，这个透明剑又薄又软，感觉哪天坏了我都不例外。好在这个原版巨蟹虽然问题也很多，但至少这个材质就只拿到手里还算扎实吧，就整个这个小玩意儿。但是我对这个玩具依然是非常的不满意，因为巨蟹这个角色，不管是人物设定还是动画片里的那个角色形象，它本身应该是一个细高的造型，而不是一个搞得现在看着跟他妈翻版大黄蜂一样的究极矮矬形象。作为一个低级玩具，它就有这么高，它甚至比那个机械昆虫这个毒液还要低一头多，这个尺寸你来真的兄弟动画片里有这么矮吗？或者说动画片里有这么圆润吗？我现在在找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它的形象，我感觉它有点像那个漫威设定里的那个金刚狼，特别矮的那个逼玩意。但是想想这个，因为大杨老师对 BW 的大杨老师看 BW 看的不多，我就知道这个巨蟹是霸王龙的副官还是什么副指挥锦衣卫都指挥使，不好意思串戏了管他呢，反正这个身份地位还是有的。然后我就记得他那个造型，不管是蝎子还是人形都挺细长的，所以这个玩具最后做出来一个这个逼玩意是不是有点过于离谱了？除去造型上的严重缺陷之外呢，还有就是偷胶的问题。它的偷胶可以说非常严重，你的这个尺寸都已经缩得这么小了，干嘛兄弟还要偷得这么狠？尾巴这里说是说你这个变形是把这个脚后面塞到这个尾巴里面来做一个收纳和支撑的，但是你这不影响你这个尾巴搞点什么盖板啥，你哪怕只做一小节盖板的，对不对？我把这个脚折进去之后两边一收多少遮一下，至少我人形的时候这里还能遮一下。你现在就是背面看一大堆无处安放的爪子也罢了，超级恶心的偷胶，还有这个小腿里面的偷的巨离谱。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到现在这个模具的价格也是白菜都不行，那没办法嘛。刚开始还能说这个新 BW 都洗牌了，这老物是老物，新的是新的，配比例我们买新的算了新的质量差，套装一坨狗屎。然后后面出了 BW 对决套之后，大家宁愿去买对决套，那我就是我加点钱买个拆卖的对决套，不比这东西强。马上那个美版也要出那个套装了，只是这东西就完全不知道有什么买的意义。不会真有他妈玩具线原色党吧兄弟，这也太猎奇了。我觉得还是有好的选好的对一点，毕竟不是谁都像大强老师为了做视频专门跑去花钱买了一坨变四原版的 V 级别美版我这个查了一下成分，确实是 3C 那个 3C 的平头擎天柱摁吃狗屎这样的行为，我觉得还是太猎奇了。那整个的玩具的人形该喷的都喷过了，偷胶的问题也是我他妈才发现，贵尾巴的后面是后面头，娘西皮尾巴尖是尾巴尖头，无敌了。整个玩具还是以塑料色为主以塑料色为主。我看一下这个胸口里面是不是上的有涂，不是，这胸口是不是涂装，就是塑料色。然后看起来好像有那个喷上去一点类似于灰尘一样的东西，就是胸口这一块明显是有色差的。胸口这里身上还是点缀了一些金色的涂装。最开始我以为这个金色涂装挺脆弱的，没想到玩了这么久还挺结实的，至少刮一刮没给它刮掉质量还行。脑袋方面不是透光眼睛我非常遗憾这种眼睛特别适合做透光。那没了透光眼之后呢，它在这个眼睛里面上了这个银色金色的这个涂装呢，又过于深邃的，你这个光直接照进去看的也不太清楚。主要还是它眼睛周围这一圈紫色的涂装上的太离谱了，这个深紫色挡住了大量，就这个深紫色过于抓眼球了，以至于那个金色看起来就不是很明显，搞得好像跟那个眼影一样的。
然后就是一些银色的涂装和金色的点缀，只能说还行，还原度还能接受。那配件就没什么配件了，你要说这个配件呢，这个爪这个钳子里边有这么个武器啊，导弹发射器这样的东西啊，这边也有，这个倒是认真去做了。那好像就没配件了，那就没配件了呀。那涂装也没了，我操，我都不知道该讲什么了，直接讲可动吧，操了。可动一方面，脑袋球关节转一转没压力，抬头呢有一点点，低头呢没有，左右摇晃的也不要想了，卡在这里上不去下不来。尾巴呢多少能动一动，但也只是多少能动一动，因为这个尾巴呢它也不是多段可动，讲道理就是这里有一段，这里有一段，然后这个尾巴尖呢就默认没有，就这样了，没什么可动，所以你也不指望这个尾巴它能转一转横扫什么的，什么都做不到啊。然后肩膀部分平台可以抬到这里，转一下也没压力。然后这边平台的话，你要把变形算上是可以抬挺高的，就是能抬到这儿，是一个很大幅度的平台。旋转呢也没压力，就是有点松。曲轴呢标准不对，它不到90度啊，这个曲轴呢不到90度。我好在这个钳子至少能转啊，它这个蝎子钳子能转一转。我总感觉它这个紫色塑料上面跟喷了一层光油似的，因为光泽感过于强了，手感呢也跟那个内部的塑料手感不太一样，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可能是工艺上的问题。可能是工艺不一样吧。腰部呢可以旋转，但是这个腰转呢过于依赖它的这个尾巴给它的这个空间了。你这尾巴稍微放一点，它就转不了啊，你就得把这尾巴顶到最上面才能转。如果它这个关节紧一点，我其实建议你怎么玩呢？就把这个胸口这里解锁开，然后把这里这个地方的卡扣啊给它拽开，对的，没错，拽开，然后这样玩。好，接下来呢，你这个就是你到时候给这里面加固一下，滴点胶水什么的，加固一下紧一点。这样的话，你就获得了一个拥有弯腰、完美腰转，甚至还能向上仰的这么一个很好的腰部的可动啊！我是这么介绍的。这样的话，它摆造型什么的，玩起来明显舒服多了，就是松，而且我自己也没加固，说是懒，说是。下半身前踢、后踢、侧踢幅度都还可以，就是这个下半身的关节明显就是松的一坨。屈膝部分，因为这小腿后面确实一大块空洞嘛。所以这个屈膝的幅度还挺大的。脚部这个左右向后，它这个只有2个面的接地，这后面这个脚后跟是不能动的，所以就挺尴尬的这个玩具。可动性不能说不行啊，只能说差口气吧，也能玩。还是那句话嘛，这东西放在当时过于廉价了。你要知道，大家刚刚经历过那个围城递出的洗礼，这2条线还是端出来不少优质的低级危级玩具的。你搞到王国了之后，一蒙玩到这种很简陋的低级，就觉得我操，和异味啊，越活越这不知道因为干回核弹去了。那最后呢，就展示一下这款王国巨蟹的变形设计。变形挺简单的，也挺无脑的。那第一步呢，就把这个给它掰开，然后这个脑袋呢是要往上啊，我要是没记错是翻到这里面，先试一下，然后把这里就拽开，想要挑哪条腿过去来的，好像2条腿随便啊，就把这个腿这么一折，就折成这个样子。不过先不着急啊，我们一点点来，就是先把这个背包给它抬开，然后把这个蝎子脑袋给它翻好，翻出来之后呢，这里就往下摁，摁到这儿的时候我确信了，我的头好像变错了，我应该把这个脑袋转下来的，然后把这个脑袋呢是要往里塞的啊，往下面塞一点点，然后再把这个牙给它放下来。不对，兄弟们，不对，不是这样的，是这样啊。好，咦，怎么感觉更怪了？算了，怪就怪吧，我已经认了。然后把这个2个牙往这里挤，好，挤过来，挤成这个样子。差不多就到这儿，就快变形完成了，因为它确实是往这里一趴就变完了，很抽象的设计。之后呢，我们把一边的脚呢给它折一下，就往里塞就完事儿了。我看看啊，是要转一圈，把这里转进去，然后再转一下这个大腿的旋转的地方，就把它往里扣。好 ，OK。然后另外一边呢，那个脚尖就顶到这个尾巴里面，它专门有一个灰色零件做的这个
区分嘛，然后把那个凸起从这个，哎呀，从这个里面去给它顶出来，所以为什么这里扣不进去了？怎么回事？哦，好，塞进去了。好，塞进去之后呢，简单去摁一摁啊，把它往摁紧，然后把这两边这腿给它放下来。这腿上的球关节啊，那真是个顶个的松掉一损，就很薄弱。得亏这小子材质还行，不然那真的就是各种掉。最后呢，调整一下这个爪子的位置啊，调整一下爪子的位置。这块王国的巨蟹呢，也就算变形完成了。整个昆虫形态的站立性，与其说是站立性啊，倒不如说这小子就趴在地上。它的这个爪子呢，说是能接地啊，但它这个球关节实在是太松了，你稍微压一压或者侧一侧，它自己就歪了，对的，就歪了。然后呢，这个钳子呢，你又不能随便动，因为你一动吧，就影响这个脑袋的观感了。而且它这个钳子的根部，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手臂根部又没有给你做合适的卡扣位点，就压根就没有卡扣，就导致玩这个蝎子的时候就很煎熬。人形态吧，关节松，头胶多，玩的蛋疼；蝎子形态吧，这个虫爪子一个比一个松，然后这个尾巴呢，你把这个地方扣死之后，这个尾巴就只有这一丢丢可动了啊，就只有这里面，就只不是什么这里面，就只有，哎呀呀，就这地方，只有这一点点卡扣了。盯自己说是，我都不知道这怎么玩。然后爪子呢能开一开，能摆一摆，然后就放在这里了，超级无敌摆件，走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风格啊，整体色调看起来还挺怪异的啊，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那 OK， 兄弟们，今天这一期王国的巨蟹就介绍到这里了，喜欢的观众朋友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